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Sunny，又到了月度三只股的主题了。这个主题呢，我们到目前为止一共做了半年了，股指已经大幅上涨了9个月，太多的个股高高在上，优秀的公司都非常昂贵。大盘高位的时候做月度荐股，那是压力最大，要付出双倍的时间来准备的节目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月度股票在我提出之后，我至少会持有或者在当月买入一些，并在当天给予公开。而后续如果有卖出，也会及时的向大家报告。不过，关于月度三股的题材，正确的打开姿势不是无脑跟单，而是要从我提出的股票当中继续自己做功课去研究，考虑是否列入自选股。如果认为我的判断不对，完全可以先放着观望。买股不可能没风险，有赚有赔是正常的。按照惯例，我会先对12月推荐的股票做一个总结，然后再推出3只1月股票。节目开始之前，欢迎新观众订阅阳光财经，并打开小铃铛。12月必买3只股分别是 TTD、QRVO 还有 MSCI。其中呢 TTD 在12月份本来也走得挺稳健的，不料最后几天大跌，前功尽弃啊。这只 TTD 我当时在节目中有说，如果不恐高的话可以顺势买入，如果恐高呢，可以趁回调来买入。结果12月底 TTD 大幅回调了，实际上给出了买入的机会。另外2只股 QRVO 和 MSCI 都大幅跑赢了大盘指数。QRVO 是5G 股票，12月上涨了 6.1%， 上升趋势得以维持。明晟 MSCI 上涨趋势更明显了，稳定上涨，12月涨了 9.1%。而12月的标普大盘涨了 3.7%。12月3股有2只大幅跑赢大盘，有1只晚节不保大幅跑输大盘。如果3只股各买了同等权重的金额，那也是能够实现正的收益。接下来开始讲1月必买的3只股。 TSM 台积电一路上涨，现在买算不算追高呢？我记得84块的时候我就买了台积电，结果突破失败，回到了84以下，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挨骂价位，大概是在80块左右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是我买入之后套了大半个月，就开始了稳扎稳打的上涨趋势，蓝色线一路持有，一路上涨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一定要想啊，这都涨完了，你还列入月度股票来忽悠别人追高，是何居心啊？我只能说，但凡好的公司、好的生意，在过去几个月当中都是一路涨的，现实就是如此啊。选股无非2种思路，一种是上升趋势均线上面的多头行情做多，一种是趴在地上的打了大折扣的，但是趋势不好，比如航空、邮轮这些，便宜不追高。2种思路都是好的，只要能坚持，持股有定力，都会或多或少的获利。而高高在上的台积电，我既不是吹票，也不是吹牛，而是看好芯片在2021年仍旧是护城河极宽，台积电台湾之光不可小视的出发点。我承诺1月必买3只股发布之后，无论回吐多少，都不会在2月1日前卖出1股台积电，以保证节目的立场。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供不应求的局面将会维持，是看好台积电的一个理由。疫情造成了芯片上游供应的中断，祸不单行的是，日本芯片厂 AKM 发生了火灾。自去年4季度以来，芯片供应链告急的情况就在半导体行业蔓延。2021年晶圆的代工报价将会出现10%到40%的不同程度的上涨。需求端也爆发前所未有的提升 ，iPhone 12等5G 手机的销量走货顺畅，苹果不断补货，英伟达高端显卡有钱难买，电源管理、摄像头、指纹识别还有智能汽车、图形传感器和数据中心等非常多的产品都需要芯片。现在的高科技是跑不出芯片的五指山了，需求爆发，供应不足，造成了芯片供不应求的局面。而台积电全世界代工第一，在技术上、产能上都是龙头。
三星刚刚在市值上超过了台积电，使得台积电成为全球第2市值的半导体公司。不过后面台积电再涨一波，夺回第一也是很正常的。台积电以 3.3 倍的滚动市盈率， 1.53% 的股息率，最简单的估计，指标上看还是可以接受的。高科技股能够发出 1.53% 的股息，高于银行定存利息，这也难怪很多人直接拿台积电长期持有。在2024年以前，台积电芯片工艺制程基本上还是全球第一。说市盈率33倍，还要看利润增长速度是不是能和市盈率相匹配。最新季报的规模净利润的增长速度达到了 35.86%， 这和33倍的 TTM 市盈率相比，匹配度很好。有个估值指标 EPG 是把市盈率除以利润增速，如果在1左右，表示股价仍具有投资价值。目前我手上持有1030股，市值11万美元，目前已经有2万多的利润了。我在2月1日以前不会减持。可口可乐这只股票是非常稳重的消费股，在2020年，投资者的目光都在关注科技股，科技股也冲锋陷阵，给出了丰厚的回报。2021年，很多人都在思考高位科技股积累了太多的获利筹码，一旦松动，很容易引起大的回调。作为月度股票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也不能集中在一个行业，集中在创52周新高的股票上面因为追高总是让人下不了手。可乐这只股票买了都不算追高，它还没有从去年3月份的疫情大坑里面爬出来。从坑里出来的包括迪士尼和星巴克，是去年阳光财经的重点推荐个股，目前都成功回到3月高点之前并创新高了。而可口可乐却还在坑里，可乐会不如星巴克吗？最近餐厅又不能堂食了，通通要外带，卫生安全倒是保证了，但是不方便呀。无限续杯的可乐只能拿一杯走。另外，体育赛事也减少了，可乐喝得少。在消费者外出就餐，饮用可乐占据可乐营收的一半，餐厅关了，可乐自然就减少了营收。2020年3季报营收下降的 9%， 明显是受到疫情的负面影响，唱空有很多的理由。回顾星巴克这只股票，我记得是去年夏天我去温尼伯露营的时候，实地随机考察了一家门店之后，在8月必买3只股中推荐。星巴克和可口可乐有很多的共性，有一个共性非常重要，那就是咖啡因是一样的。咖啡因和大麻一样，都是成瘾性的东西，成瘾的消费品是持续长牛的赛道。中国的茅台一股涨到2000块人民币了，还没有消停。A 股的股王茅台在美股里面找对标，总不能找苹果等科技股对标吧？正常的情况下，茅台是要找美股的可乐对标比较合适。截止今天，可乐已在市值上输给茅台。全球风靡、老少通吃的可口可乐和中国精英权贵喝的茅台，哪个更值钱一些？我看不好评价。但是可乐不论和创新高的星巴克比，还是和飞天的茅台比，都应该尽快从疫情大坑里爬出来。而在坑里的时候，那就是价值的洼地，低买高卖投资的不二法门。可乐的 TTM 市盈率是28倍，股息率 1.63%， 这个指标对长期持股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月度荐股是更看重短线，那么短线有什么技术上的支持呢？爬坑以来，可乐走出了一个缓慢上升的通道，这个月去摸一下上升通道上轨，我看是有可能的。短线上年末收官突破了蓝色压力线，形成了平台突破的趋势。突破之后，正常情况下会以蓝色线为依托，向上拓展空间。当然了，可乐它是一只稳扎稳打的股票，什么时候买都不会被甩下车，也不怕上不了车。它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老者，总在那里等着你。1月份我会买这只股票，也有可能通过期权做多这只股票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讲第3只股WTM。 12月份我就买了沃尔玛，但到目前仍有 2.5% 左右的亏损。买入的理由是沃尔玛参与到疫苗分发工作当中。1月份必买3只股，放了个沃尔玛，理由是这只我本来就看好的股票，在技术分析上仍在上升通道当中。蓝色线大致画出了沃尔玛的上升通道，但有比较多的毛刺。
多次偏离上升通道。如果我们用季度线来考虑沃尔玛的上升趋势，那会比较明显一些。这两条线分别是50日线和60日线，代表季度加权平均成本。沃尔玛一路上涨回落，跌跌撞撞，但是季线是长期向上的，在2年里有好几次掉到了季线以下，最终都回到季线之上。过去几次季线以下停留的时间1个月左右，而每次季线以下买入都是抄底的机会。这次沃尔玛又来到了季线之下，是不是再一次抄底的机会呢？沃尔玛面对亚马逊的竞争和蚕食，能够积极应对。最近和联邦快递合作，实现和亚马逊一样的刷条形码退货、免费寄件的服务，服务上进一步与亚马逊看齐。股票比亚马逊便宜多了，不说绝对值吧，100多的股价和亚马逊3000多，光看股价显得不专业，对吧？那就说市盈率，沃尔玛的 TTM 市盈率是20倍多一点，相对的利润增速是 56%， 估值可以说是比较合理的。2020年沃尔玛单季度业绩增长 56%， 自然是得益于疫情了，以后没有疫情了，增速可能要回落了。不过怎么说呢，20倍的估值，你说它要暴跌啊，我不太相信。过2天冰箱减肥了，就又得去报道了。1月份我会继续持有沃尔玛，如果其他的仓位能够顺利调整出来，说不定我还会再补一点。最后，月度荐股不是专业的建议，如果你觉得有所帮助，阳光财经不求打赏，只需要你轻轻点个赞即可。OK， 恭喜发财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